睡觉，赶紧去外面看看我妈怎么了，吵死了！闹鬼，白光，我这是穿越到了获得系统的前一页了。林泽，老娘跟你说话呢，还不赶快去啊！真是获得系统的前一页。上一世我乖乖去看，摸了一下那个天外之石，便获得了只要受伤就能返还金钱的系统。这一世一定要将你们也尝尝那个滋味。这个死窝囊废，要你干嘛？赶紧给我滚出去啊！老娘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耽误老娘考公，咱饶不了你！我没出息，我为谁放弃了那么多一步登天的机会？也好，白家所有人都给我等。思思，刚刚我在院子里面看到一块会发光的石头，这好像是陨石，或者是外星人，我有点害怕。你个大老爷们儿，害怕干嘛？天天就这害怕，真是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被朱颜蒙了心，能嫁给你这个窝囊废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去的去，不去的去，赶紧的！爸妈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可算来了，我们呀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咣当一声，这家伙就从天上掉下来，而且啊一直还发着光哎。就是，这东西也太可怕了。林泽，你去，你看那事，你还把人弄走了。上一世我傻乎乎的替你们搬走，然后石头融入我体内，觉醒了那个该死的受伤返还系统，最后被你们一家活生生的打死。思思，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？你别害怕，我现在就把它弄走，一定不会耽误你考公的。这石头哪去了？恭喜宿主林泽成功绑定受伤返还系统。本系统规则：受伤等级共分为10级，宿主受伤一次，系统都会给予评价，等级越高，返还的金银财宝越多。真的假的？世界上真的有系统？只是这系统算得上最烂的了。不行不行，难道所有人都听得到系统的声音？应该呀，小说里不是说只有宿主本人能听得到吗？思思，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那系统真的假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。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2级，奖励2000元。钱！咱们白家发达了，发达了！这个死废物，我妈在跟你说话，你听不见吗？赶紧给我把这个破石头给解决掉，我还要睡觉呢。思思，你说这块石头会不会让人有超能力，或者有无限的金银财宝？毕竟这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我看你平时看小说脑子看坏了吧？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？可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会发光的石头，这本身就不合理啊！我感觉了，就算不是，也只不过是个破石头。我子，说啥林哲也是个外人，万一让他一个人独存了怎么办？我看还是咱自己来吧。对，绝对不能让这个废物再为机会。果然是贪心至极的垃圾，这么快就走。哎，等等，咱们还是让林泽先搬回屋里去。我还是逃不出上一世的命。快点，磨磨蹭蹭，跟个娘们似的。思思，我听说这些石头都会绑定一个宿主，我要是碰了，那他就是我的了。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应该都给你呀。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思思啊，我觉得林泽说的有道理，这石头啊，还是让我和你妈来吧。有点劲儿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为什么没有绑定系统？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小心！哎呀，小心点！哎呀！
这石头啊，除了会发光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就是，林泽，你这个废物，我看你就是诚心的，故意让我们老两口受苦受累。怎么可能呢，妈？它会发光这件事本身就很神奇了。这话倒也不假，这哪怕咱们明天把它给卖了，这估计也能挣个几百块钱。对，不行，林泽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就是，石头是你让我搬回来，现在不卖了也有你嘛。你要是知道什么就赶紧说，别在这浪费我时间。思思，你怎么那么想我呢？我这么爱你，为了你，我可是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，供你读书，供你考公。我要真知道点什么，我早就告诉你了。我只是觉得这块石头来历不明，我们还是应该再研究研究再卖。也是，林泽这个死舔狗爱我爱的要死，谅他也不敢骗我。爸妈，我觉得林泽说这话也有点道理，咱们先研究研究再买。再说了，这石头也挺大的，搬来搬去也挺费劲儿的，万一再受伤了也得不偿失啊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原来上一次是因为我的鞋。我还有一个猜测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有屁快放！耽误我这么多时间，要是耽误我考公的时间，你负得了？小说里面宝物都是需要滴血认主的。林泽，你有毛病吧你？刚才就是你说的，让爸妈把这石头搬进来，又让我爸妈滴血，我看你就在浪费我时间。告诉你，要是我爸妈身体出了些什么问题，你负得了？林泽，我看你就是没安什么好心，拿什么小说说事儿，气不是？小说本身就是编造出来的，说多了他们反而不信了。看来只能赌一把了。我就不信他们这么贪心，会错过这种大好机会。对不起，思思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先替你们试一下，要真有什么的话，再给你们。哎，不用，我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算我的吧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万一有钱了，到外面鬼混怎么办？快！哎，这石头哪去了？石头。恭喜宿主，受伤返还系统已激活。本系统规则：受伤等级共分为10级，宿主每受伤一次，系统都会给予评级，等级越高，返还金银财宝越多。这还真有系统啊！这到底绑定谁了？还不说清楚啊！就是，受伤返还系统，看傻子吧。走，快睡觉去。哎，爸妈，哎呀，咱先别走了，要不咱们先试试。哎，说把你养大了，拿上白眼娃娃。就是，哎，还想拿我们开刀？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不会是林哲这小子知道点什么吧？啊，步步的引导我们啊！妈，怎么可能呢？这石头才第1天来我们这里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秦老弟，我看你就是越来越不老实了啊！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2级，奖励2000元。副手，正式开始。真是钱啊，2000块，够咱们家半个月开销了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只不能绑定1个人，那这么说，是你妈啊？对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林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这一把老骨头了，我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实事求是而已。妈，你也别这么说。那林泽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。您看，推你一下就有2000块，那要是隔三差五的再推一下，这一入沟啊都是小事嘛。
放心吧，老婆子，等咱有了钱，我再给你买一套金银首饰。嘿，这话说的倒是不错哈。那说好了，这1个月咱们最多拿2万。原来爹爹没发现，这老太婆这么天真，他们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强。不过那么等着太晚，我要帮帮他们才行。哎，思思，爸妈，今天也不早了，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。思思明天还要学习呢。废物就是废物，目光短浅，都有咱妈了，还考什么公？以后我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什么豪宅、豪车、名牌包包都不在话下。可是这1个月2万也不够啊！您看这个数能不能再稍微加大一点点？您都有这能力了，这1个月才2万，是不是太浪费了点？哎，你个白眼狼呀！啊，怎么叫浪费了？我这一把老骨头，我拿着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3级，奖励2万元。什么？这下就有2万了？爸爸，这可是足足2万呀！比考公什么的都赚得多了，这咱们家以后可就要发财了！不要，不能再打了，我真的太疼了！哎呀，妈，你看看这1巴掌3级就是2万，那如果说到10级该有多少钱啊？啊，照这样子下去，我们就可以住豪宅、开豪车，到时候再给您买无数的金银珠宝，然后再给您雇10个保姆啊！还有爸，到时候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打麻将，而且您还可以去 KTV 消费消费。不行，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死的。女儿，你看这嘴还流血呢。哎呀，妈，没事的，您放心啊，以后我绝对不打您的脸，然后再给您找个好的医生来给您看看。小芳啊，那可是你妈。哎呀，天哪，我复活了呀！我培养这么大的女儿了呀！你给我闭嘴！大晚上的哭什么哭？回房休息去。这1个月就2万，我事儿到此为止。哼，老东西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哎，思思，爸说的对呀，她毕竟是你的亲妈，我们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而且爸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他去 KTV 干什么？我怎么会嫁给你这么个没有追求的窝囊废呀？啊！2万块钱算个屁呀！打了1巴掌就这2万，至于爸，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，到时候再给他找几个大学生陪他不就？哎呀，爸，您都操劳一辈子，他天天在家啥都不干，1分钱收入都没有。爸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该好好享受。你这个良心的。妈，您如果想过好日子，请帮我摁住他。哎，老头子，你可别听他的呀！老头子，干什么呀？啊！让一下！哎呀，我刚才不也碰到那块石头了吗？还有林泽，他是第1个碰到石头的人。这都说了，系统只能绑定1个，怎么可能是我跟林泽的？等，万一这个系统真的能绑定2个人，这从始至终都是林泽1个人在说这个事情。说，你是不是也绑定了系统，所以才会知道名字，才会骗我爸妈？你滴血绑定系统？我怎么可能绑定系统呢？绑定系统，这提示音这么大，面板也很大，我怎么可能藏得了嘛？你说的这倒是真的。是啊，动静这么大，林泽怎么能藏得住？万一他是第1个绑定系统，可以隐藏，然后骗我绑定系统，现在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那么爱思思，怎么可能骗她呢？就是，林泽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还说可以把生命付出给我，毕竟妈都这么大岁数，你试试怎么？不错，这可是老天爷给我白家的机遇。
让你试试怎么？万一你也带着系统，还不是应该拿出来献给我女儿？如果真的有2个人绑定系统，那我们离成为首富就不在话下了。赶紧给我删！哼，就是，你在外面打工，一个月能赚2万块钱吗？哎，现在有为思思做贡献的机会，你还一再的推脱。好，思思，你想试就试吧。爸妈，为了思思，我可以上刀山下火海。林子，口口声声的说爱我，居然还敢跟我隐藏系统！就是，枉我把女儿嫁给你，你就这么对她？可是黄金根本没有出现啊！而且系统刚才都说了，只检测到伤害等级。妈，去找一下。林子，说，你把黄金都藏哪了？我真的没有绑定系统，我也不知道刚才是什么情况呀。你放屁！你分明把黄金藏起来了，不然系统怎么会提示？温柔，真是可笑。上一世我可是活活被你们虐待致死。思思，你先别着急，先冷静冷静。你要实在不信，你就搜我身吧，我真的没藏。我看你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宿主，请问您有什么问题？是系统还真能交流？老婆，你赶紧问问系统，这小子把黄金藏哪了？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呀！啊，我们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。你要是老实的交代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一条命。你居然还好意思说养我？哼，家里的每一分钱可都是我赚的，可结果呢？妈，我真的没有藏，不信你现在就问。哼，刚才打林泽，你系统提示有黄金，黄金哪去了？是不是林泽给藏起来了？本系统只会在宿主受伤时返还钱财，刚才只是监测到周围产生受伤等级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嘛？怎么跟林泽说的一模一样？一定是他搞的鬼，一定是他！妈。林泽怎么可能会控制系统？您就别再推辞。我老白家就指望这次翻身了，你就忍忍吧。哎呀，女儿，老公呀，不能再打了，我真的受不了啊！打吧，尽情的打。张美兰，看到你这个孝顺的女儿了吗？别急，才刚刚开始。不要，老头子，你看着干什么呀？你赶快来试试啊！算了吧，思思，你妈都伤成这样了，这件事回头再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系统的机制。算了，我打得这么累，凭什么就算了？哎呀，那个系统机制不就是靠受伤返还吗？有什么好搞不懂的？可是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这么久了，出来的一直是银子。你手心的东西，现在该说好，我还得再推一把。思思，爸，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受伤评判标准是一次性的，累积是无效的？这，你个废物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们是想一次性把我打死不成吗？林泽，你还聪明了一回啊！我怎么会没想到？可是我已经兑出这么多的银子了，你怎么说也是100多万，也够咱们家够花半辈子的了呀！妈，你现在可是拥有系统的人了，我要当首富，再不济我也要当富家太太。够了，我是一家之主，这事儿我说了算，以后也不要提兑换了。老头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想想这100多万够咱花一阵子的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能停手呢？看来
他们的欲望还不够强烈。我们家这1亩3分地的，要工作没工作，做生意就更别提了。这些钱迟早会花光的呀！你个废物！哎呀，我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你要是绑定了系统，我能遭这么大的罪吗？妈，我也想让你和思思还有爸过上好的生活呀。从今往后，穿金戴银，豪车豪宅，佣人无数。是啊，这才是好的生活。所以，妈，那你就继续去工地搬水泥呀。白天你继续去工地，晚上去送外卖，然后去跑出租车，这样不就是有钱了吗？啊，总而言之，还是你不够努力呀。妈，很早以前你就说过了，那些都是下等人干的体力活，赚不了几个钱。至于思思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又是要考公当官的人，就更不可能做那些了。当初你们就是这套说辞，让我一个高材生心甘情愿的去打工，最后还被你们活活烫死。今天我也要让这句话用到你们身上。是啊，妈，我怎么能把这么好的精力和青春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呢？啊，那你们说怎么办？难不成真的要把我打死吗？我有个提议，我们拿出去一部分钱给思思考公，方便以后打理。再拿出一笔钱给爸开个超市，这样一来，等思思考上以后，我们就有了稳定的收入，说不定还有人给我们送钱呢。至于超市嘛，基本就不会赔，说不定还会大赚一笔呢。好，你这个废物终于想到一个靠谱的主意。可是现在的钱好像也不够同时完成2件事啊。那可怎么办呢？不能再打了！这样再下去我会死的！不要打了！妈，你怎么能这么不识大体呢？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？说什么呢？这可是你亲妈！我再说一遍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后头我会想办法。还真有意思，这个上辈子有点钱就去外面找女人的东西，居然还心疼死老婆了。哼，我倒是很想知道你还能忍多久。你干什么呢？思思，爸说的对，妈为咱家已经做的够多了。废话，我们家子还需要你在这指手画脚？怎么给我？赶紧给我滚！你先走，后头事情交给我。你个笨人老，哎呀！爸，就这么忍心让这大把大把的黄金给溜走吗？我再说一遍，这事儿到此为止。思思，爸，你们看妈受了那么严重的伤，我有一个建议，我建议拿一部分钱买金银首饰给妈慰问一下，再拿出一部分钱给你们随意挥霍。慰问？他才兑换出这么点银子，我还要给他买金子？说的对着呢，你妈可是现在咱家最大的功臣，不好好犒劳一下，那以后怎么办？爸，还是您聪明，犒劳必须犒劳。赶紧把这些银子兑换成钱，明天我也好好潇洒潇洒。我也要。刚好我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，我也看看李曼曼那个贱人还怎么看不起我。对，这样才对，不然我怎么好进行下一步呢？周少，Hello 啊，各位。周少，你看什么呢？宝贝，乖啊，我只看你。白梦思呀，最近怎么这么气派？难道是发了什么横财，或者是为了参加今日的聚会砸锅卖铁了？曼姐，这话你可就说错了。他农村老家的铁，就算砸了，能卖几个钱？就是，
这钱怕不是靠兼职拿到的吧？这也是唯一一个快速暴富的方法了。只是可怜了我们的老班长了。班长，你说你这么有实力，怎么就盯着这个白梦思不放？嘿，现在还头顶一片青青大草原，真不知道是你绿了所有人，还是所有人绿了你。你胡说，思思不是那样的人，是我。你疯了！能杀所有人都知道是系统事。对不起，思思，我也是想帮你解释解释。哎，你俩搁那瞎嘀咕什么呢？不会真被我们大伙说中了，买来这些东西都是假货，拿来装逼的吧？周正泽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过不了多久，我的资产就会超过你，成为你望尘莫及的存在。哟！白梦思，你是做梦没睡醒吗？你知道周少有多少的资产？你就是来超越他？你是靠你这个搬水泥的男朋友，还是农心柱的父母？还真是让人笑掉大牙！看清楚，这些都是今天早晨的发票，全都是正品。还有，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恶心。难道是真的？白慕斯真的发财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一直在考公吗？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你们说会不会真是做呵呵哒了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我撕你的嘴！思思，他们就是羡慕嫉妒你，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哎，我劝你们呀，赶紧把刚才说的话都收回去，还来得及，不然等我有钱了，还能带你们潇洒潇洒。思思，我看你就别硬撑着了。我就说假如你真有钱了，那我问你，你开什么车？你家住哪儿？如果你真有钱了，你会不买房不买车，买这么一堆奢侈品啊？啊，思思，你就别硬装了。我看你想真变有钱呀，不如多接近接近我，还有机会。啊，我记住了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周正泽居然成了最大的助理。林总，回家，包拿着。周少，这里面有点奇怪，我们是同村的，他要是变有钱了，我妈不会不跟我说的。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古怪，跟上去瞧瞧吧。思思，谁惹你了？还不是个逼死你的女儿！你个贱人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在这让我下不来台。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轮得上一个当小三的婊子给收拾了？我要钱，我要大笔大笔的钱，我要豪车，我要豪宅。我以后可不给你们两个对钱了。你爸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才回来，你看看，这都成什么样子了！一边去！妈，这男人有点花花肠子怎么了？再说了，爸为这个家操劳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有些钱了，让他出去潇洒一回怎么了？妈，现在最关键的人是我，您能不能看看我？你想让我一直被人嘲讽，永远低人一头吗？哎呀，老婆子，大不了我不出去玩，是不是？现在最重要的呀是弄钱，是咱丫头的颜面要紧啊！妈，我的要求也不高，我就只想买个房子，再买辆车。您再努力呗，再多兑些黄金。哎呀，妈，我求求您了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您再多兑换一些黄金出来，我保证能让你们住进大房子里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呀。那你之前答应给我买的首饰呢？妈，给您买了。来，
你瞧瞧，这都是给我的。哎呀，是啊妈，而且啊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您相信我，只要这次兑的黄金足够多，那咱们以后就能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好，最后一次。就是这家。哎，咱俩有必要天天跟着这白梦思吗？万一他是吹牛的呢？不会啊，他都拿出发票了，肯定有问题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他要真有什么发现的东西，我们就把他抢光。哎，你听，嘘，你说这半夜三更的，他们家总传来女人的惨叫声，他们不会是被抢劫了吧？我说你有没有脑子啊？这在城里能一下买那么多奢侈品的女人，那都屈指可数。那些人要丢一个东西，那不得闹得天翻地覆啊！也是啊，那要不然，我们从这儿爬上去看看。行吧，听你的，爬呗。那你扶着点我。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6级，奖励黄金1公斤。黄金，真的黄金！妈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！爸，1公斤金子，至少是150万了。林子，把这金子给我收好啊！不过还远远不够，这离我买大别墅和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还差很多。滚！什么情况？什么人？给老子滚出来！这三更半夜是哪个不长眼的坏我好事？思思，爸，是只野猫，没事。幸亏是只猫，再换是个别人，咱都得完蛋。思思，你把那笤帚放下。妈，真的。知道了妈，我这就把扫把放下啊，这就放下。思思，现在城里的房价可贵了，而且你还想买辆车，这150万恐怕远远不够吧？你急什么？我们这么慢操作下去，不仅妈受累，根本就兑换不出来多少东西。看来是我小看他的贪念了。也是，一个活生生把我烧死的人，又怎么可能因为张美兰是他妈妈就放弃金子？思思，什么意思啊？别急呀，妈，待会儿你就知道。啊！要钱点你个戏！你才想钱想疯！你在这装什么清高呢？怎么，你和你那个小情人不等着钱用啊？还有你林子，你这个废物还传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摁住妈！思思，你这样有点过分吧？这样下去真的会闹出人命的呀！而且，如果连妈都没命了，系统也会跟着不复存在的呀。我们还是细水长流吧。机会倒是个好机会，不过我怎么能让张美兰就这么轻松的死掉呢？你确定你看清楚了？千真万确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哎，你说，他们天天围着张美兰打，这不对呀。按理来说，林泽不应该是那个出气筒吗？确实啊，他们家这确实有问题啊。周少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要不然在我家凑合凑合，我们明天慢慢调查。行，走吧。
算了，你这个废物的话还有点用。妈，你先去休息休息。林子，去吧，我给你金子，明天兑换成现金啊！明天一早就去兑换。老头子，我疼，你不是答应我哪儿不去了吗？林子，赶紧看看你妈哪块不舒服，不行找个村里大夫看看啊！白金丸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都伤成这样，你都不管我。我就出去打打牌，你嚷嚷什么嚷嚷？这大晚上的，让街坊邻居听见了，成何体统？就是嘛，你先拿着钱好好先享受享受。再说了，爸都操劳一生了，拿点钱去笑着笑着怎么了？那是我闺女懂事，不像某些人年纪越大越烦人。现在再不回房去，1分钱都想拿到。晦气！爸，这可怎么办嘛？他现在身体越来越差，这好不容易才搞了这么点金子来，下次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说什么呢？爸，您说您都种地操劳一辈子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系统，那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可怜咱们。您呀，就得好好的享享清福啦，啊！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妈她陪我过了大半辈子了，这让我怎么选呢？爸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这钱虽然不是万能的，它不能让您永远18，但是可以让您的副驾永远18呀。爸，你说我妈她为什么会给你过大半辈子？她这不是没有办法吗？这大家都穷，她陪谁过，不照样都是过的吗？这也不怪您。还是我闺女明白事理，说的有点道理。所以说嘛，爸，咱们呀得想办法多搞点金子，这样你还可以买辆车，每天还可以带着不同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出去玩，不好吗？干嘛每天非要盯着这个死老太婆看？哎，行，不说这些，现在呢，最重要的是赚钱。你说你这马上要考公了，就算是考上了，日后还有不少地方要钱打听，都需要钱。思思，我有个提议，以后你们出去玩，我就不跟着了。我在家看着妈，有空就兑点钱，这样一来，妈也能少承担一点痛苦，你们也能省一点力气。思思啊，你这个老公真好，什么事啊都为你着想，不像你那个妈。你这个废物，这个时候还有点用处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不用担心妈后悔死了，这系统也不会浪费。可死我了！你这个废物，怎么才给我送饭来？你是想饿死老娘吗？妈，思思和爸都出去了，所以做饭做得晚了点。我反了你了！老娘不是人吗？啊！妈，快点吃，他只会请我来了，真是翅膀硬了！赶快把饭给我拿过来！真是不曾办事有余的废物！吃啊，自己来拿呀！林子，你个废物真去！
你这么对我啊，这跟被告有什么区别呀？现在我可是这个家绑定系统的人，小心我女儿跟你离婚！林子，你一个赘婿啊！你敢这样对我，信不信老娘弄死你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要干什么？林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自己用系统对起来，我女儿不会放过你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们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女儿和老头子绝对不能这样对我的。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3级，奖励2万元。林子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还背着他来打我，你这是报复，你是故意的！我要报警，我要把你这个贱人关起来！周少，今晚就别。又是白梦思家的声音，估计他们又要开始打张美兰了。哎，你听，这声音张美兰好像要报警。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。哼，白梦思啊，白梦思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次我们拿着手机，一定要把白梦思的罪行全给他拍下来。好，走走。这是想造反吗？我要告诉我女儿，跟你离婚！妈，你告诉我，就是你亲闺女让我给。不可能，分明是你在报复我！妈，你为什么这么不理解我呢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呀。我对你哪有什么报复啊？我对你一直都是很尊敬的。尊敬？尊敬。是张美兰的教授，白梦思啊，白梦思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走。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3级，奖励2万元。还不够，比起你给我施加的伤害，这些又算得上什么？白梦思，可算让我抓住现行。这不是思思的老同学吗？怎么突然来我家了？哦，我听到你们家有惨叫声，所以过来看看，别出什么事儿了。对，没错。哦，这两天我妈太操劳了，腰腿不好，可能因为这个吵到你们了。是吗？那我刚刚明明听到了叫声啊。要不这样，你把这门打开，让我们进去看看，我们也好放心，不是？可是我妈已经睡着了，年纪大，入睡难。你们还是别打扰她睡觉了。不对，你明明胡说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好。你想想看，明明有惨叫声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我没有，大不了你们就去报警。我倒要看看，入室盗窃给你判个什么罪？你胡说！谁入室盗窃了？在增陷害！这林泽是铁了心不让我们进去，这事儿要闹大了，我们两个也得受牵连。还是先走吧。哼！你声音那么大，是生怕别人听不见吗？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3级，奖励2万元。不要再打了，放我走！你们快弄死我了！妈！你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怎么能随便往外跑呢？你个没良心的，你是想杀了我呀？哎呀妈，你怎么能那么说我呢？我也想为这个家族贡献呀！先让系统绑定
听的人是你呀！妈，就爱两家，就有这么多钱，你就是想弄走，我要放弃！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女儿啊，这个废物趁你们不在对我动用私刑，他想在我这兑钱。思思，这是今天全部的钱财。你不要听这个废物说的废话，快把他送到治安署！你狂啊！你怎么不狂了啊？把你送到治安署之前，我也要用这个鞭子狠狠地抽你南京我心头之恨的！废物！思思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细水长流。这打我，真的是你指使呢？细水长流怎么细水长流？我说你啊，还是心太软。什么？你也答应了？天哪！没天理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哎，行了！不要！女儿，妈一定给你兑出金子。看这小黑屋就算了。爸，他都已经把我们打算送到警局里了，万一有一天他把我们举报上去，我们整个人生都完了。老头子，我跟你过了这大半辈子，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我再怎么也不可能害你和女儿啊！我只是想把这个王八蛋送到警察署啊！你把他管到警察署，那你能确保他不会把今天的事情泄露出去？思思，我对你的心那可是天地可见，我这么爱你，怎么会害你呢？这2日从妈身上兑出来的钱，我可是没拿过1分。也对，要不是因为你对我这么好，天天像条舔狗一样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这样吧，以后每次兑出来的钱，你都拿走500块，但是你得确保每天都得给我兑换一部分钱出来。真是毒妇，这样一来，我也算跟着他们下水了，最后居然才给500块。不过这不重要，都听思思的。不要！每天要这样，妈真的会死的！求求你了，让妈歇歇。还不老实！你都已经打算把我送进监狱里去了，难道不应该给我点补偿吗？看来把你关到小黑屋里去！啊！废物！不要！你放开我！你再碰我要你命！不要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提治安署的事情了。女儿，要不咱就别关了小黑屋啊！你妈都向咱保证了。死到临头还想威胁我，真是可笑！好好看清自己的位置。爸，你不能每次都这么迁就他吧？对黄金也不愿意，管小黑屋也不愿意，他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？不，只要不送小黑屋，我干什么都行。行啊，既然妈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把它放这吧。女儿啊，求求你放了我真的受不了了。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6级，奖励黄金1公斤。我在问你话呢，你就赶紧回答，别磨磨唧唧的。还有，林泽，我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，以后每天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，至少兑换5公斤黄金。什么？这我真的会死的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啊？而且我相信，
如果是换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有系统的话，都会毫不犹豫的把钱留给家里。疼啊！妈，您起来，来，您看看啊，我们现在马上就会有钱了，而且马上我们就可以过上挥金如土的日子了。您啊，马上就可以当富太太了。女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能让我当一次富太太？哎，那还能有假？您看看您那些金银首饰，不都是我给您买的吗？好，那我再努力一点，等咱把钱攒够了，再也不用系统了。好，就听您的嘛。林泽，赶紧把妈扶到沙发上休息，轻着点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你那500块钱取消，我对你已经足够好了，每天给你吃的喝的。要不是因为你那么天真，我早就给你。思思说的有道理，一切都听你的。这样才对嘛！咱是一家人，其乐融融多好。好什么好？我受这么重的伤，你倒好，整夜跑得不着家，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还是女儿给我买了套首饰。哎呀，这不现在咱有钱了吗？我也想出去玩玩，这不，他们昨天赌钱赢了不少呢。回头啊，再给你打上一套纯金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这次要个更大的，出去带着都现挣的那种。好，就要那个。哎呀，行了，老婆子别哭啊，这事儿还得怪你，要不是你非得嚷着到警察局报案，思思也不会打你。以后啊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别说金银首饰了，就给你买套豪宅都行，省得受这皮肉之苦。还真是个老狐狸啊！上一世就是他在背后出谋划策，虽然从来没有对我直接造成伤害，却始终在坐收渔翁之利。这一世他依然如此，我一定要给他点苦头尝尝。老头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吧？我以后不仅能少挨打，还能有自己的大豪宅？哎呀，肯定的，是不是啊，思思？当然是真的了嘛，到时候随您挑选。要不我再忍着点儿，咱们再多兑点金子。好，妈，还不赶紧去拿棍子来？去吧去。还真是贪念吞星啊！自己都成什么样子了，竟然还主动要求挨打。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1级，奖励100元。你们也能换出钱来？这不可能是我的。好戏就要开场了。是他的，他绑有系统。不是我没有系统。不是，把我打得这么狠，结果你也绑定系统了。林子，你识相点，赶快过来让我打！你不是特别喜欢我女儿吗？什么事都愿意为她做吗？那你快过来，还打，总不能让你妈一个人受罪啊！我怎么了，林泽？难道你不愿意？怎么会呢，思思？我这么爱你，只要能从我身上变出钱来给你，爱多少打我都愿意。你打我吧，只要能为这个家做出贡献，爱多少打都可以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老婆子，这下好了，有人替你挨打，不用受罪了。太好了，李子！没想到呀，你也绑定系统了，竟然不跟我说！我今天就新仇旧恨，我跟你一起算！妈，我先来。快瞧瞧，李子挨打，系统给的钱都去哪了？没有啊，这也没有啊。钱呢？系统，给我滚出来！你刚刚出的钱都去哪了？林泽并非宿主，不会给予疼痛值奖励。林泽不是。思思，好奇怪啊！刚刚我跟爸撞到一起的时候，系统明明都奖励了100元，我不可能不是宿主啊。那如果我不是宿主的话，谁才是呢？
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我不是宿主，我怎么可能是宿主呢？是不是宿主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1级，奖励100元。爸，原来你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以后咱们家有了您二老，我们的富贵日子还会远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上辈子我的命运，如今到了你自己身上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这倒霉事怎么会轮到我头上呢？爸，这怎么能算倒霉事呢？你明明就是福星啊！现在你可以跟妈一样为家里做贡献了。靠你个林子！你算计到你老子头上来了！爸，之前妈能变钱的时候，也没见你少打她一下，怎么现在到了你身上，你反倒不乐意了？是不是就因为思思是女儿，不是儿子，所以你根本不像妈那样疼爱思思？你够了吧！小时候你就喜欢在我耳边念叨儿子。好啊，就是因为我是女儿，所以你不愿意给我出钱是吧？你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钱你必须都给我找出来！不行啊，我耐不住疼啊！你妈她可以，她能耐住疼。白静文，你个死没良心的东西！哎呦，我前段时间受了多少苦，吃了多少罪，现在轮到你了，你想解脱，不可能！现在也是该你为这个家付出点责任的时候了。是啊，爸，也不能让妈一个人承担家里的压力吧？快！怎么才2000？妈，你再卖力点！你要是再不好好打的话，我以后就拉你们两个人一起找我要钱！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4级，奖励75公斤。哎呀，爸，你再忍忍点，为了咱们家的好日子，这都不算什么。等明天我就去城里买房子，咱们一家人都会住进大房子里。你一定要让你妈妈那个贱人好好的羡慕我，还不快点儿！来了。折腾了一晚上，终于搞了这么多东西。我要把这些银子全部都存起来，我要去城里买房。我看李妈妈那个贱人还敢不敢再嘲笑。老婆，你要去哪里买房啊？要去当然是要去最好的地方，我要去华美地产。华美地产？怎么啦？没什么，那里可是我市最好的房地产公司。老婆你真厉害，能买得起那里的房子啊？真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跟你在一起的人丢死人了，还不赶紧跟我走？是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来售楼部不是来买房子，还能干什么？我们这儿是售楼部，但是我们这儿的房子可不是你们能买得起的。要想吹空调，对面奶茶店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买不起房是吧？周少，这位就是你女朋友吧？真是郎才女貌，你快请进。林妈妈，你这个贱人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这里买房呀，不像某些穷酸货为了省几个空调费来销楼部避暑呀。你这里不是首屈一指的地方吗？怎么这种穷酸货也能进来？您说的对，我现在就把他们赶出去。保安，你给我出去！我不是来乘凉的，我是来买房的。这套就还不错，我要买下来，刷卡。这套房可是价值500万，你买得起吗？别听他胡说了，他家的情况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家里家徒四壁，这浑身上下的零件加起来卖了，估计也买不下这套房吧。别吵，别吵。美女，买不起没关系，跟了我给你买啊。乞丐，你们怎么确定我买不起房的？不许动我老婆！郑泽，我们离这个小狐狸精远一点嘛。好，听你的。白梦思，我们知根知底的，你就别在我面前装了。你这个穷酸样既然这么肯定，要不然这你要是买不起这个房子，就给我下跪磕头道歉。那我要是买得起，那我就给你磕头道歉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过来刷卡。他这么土条，那卡里也不是真有那么钱。不会，有点听过。
他上次同学会把家底全掏光买那些奢侈品，现在浑身上下没几个钱，这个房也买不起。怎么可能？刷卡失败。哎，白梦思还装呢？不是说卡里有钱吗？怎么连500万都刷不出来呀？怎么可能？不会的，这个钱明明是我和林泽一起存进去的，怎么可能会刷卡失败呢？思思，你先别着急。好啊，林泽，一定是你，是不是你偷偷把我的钱给转走了？看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思思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转走你的钱。白梦思还装呢？没钱就没钱，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呀？现在给我下跪磕几个头，说不定我就会原谅你。否则的后果，一定是你们2个人一起联手了。林泽，你口口声声的说爱我，现在居然同外人一起来欺负我，看你是不想过了，我弄死你！哎，白大美女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要真买不起这房，就跪下来跟我们家曼曼道歉，要么做我女朋友，我会跟曼曼说，让她跟你和平相处的。起开！是啊，白小姐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你的卡里就没有那么多钱，把过错都推到你老公身上有什么用呢？识相点儿，就给我们李小姐跪下来磕头道歉，我还能看在李小姐的面子上，让你在售楼部多待一会儿，吹吹空调。对不起，白小姐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就为您办理手续。你在这胡说什么呢？这个姓白的就是个穷光蛋，你给他办什么业务啊？就是，难怪你业绩一直都这么差呢。在这种穷光蛋身上浪费时间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他能买得起我们的房子吧？既然你觉得李小姐能买得起房子，那就请你现在带她看房吧。白小姐，请您稍等。希望待会儿你可以买个比500万更贵的房子，到时候可别付不起。我们这儿的房子，只有像我们李小姐身份尊贵的人才能买得起。那是当然，不像刚才那个售楼员跟瞎了眼一样，把你这个穷光蛋当祖宗一样供着，这华美地产也是不太行啊。老公，你一定会给我买房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再说吧。李小姐，您随我来。我要这套180的，这套240的也不错呀。李小姐，您眼光真好，这都是我们市热销的户型。那就要这套了。240的算下来也就600多万，像白公司那种装货只敢装500多万，他恐怕不知道600万是什么概念吧？你这个贱人，你瞪什么瞪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没钱，你别在这装。什么？你没有钱？你前面说了那么多，不是你也买不起房吗？哼，你买不起还来看房，别在这儿耽误人的时间。郑泽啊，我告诉你，老子给你买那么多奢侈品，还陪你看房，老子够给你脸了。现在敢狮子大开口让我给你买这么贵的房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长得值不值600万？郑泽，实在不行小点也行，500万啊不，300万的就退一边去！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以为一点首付就能把你打发了，没想到你胃口越来越大。这个世界上，年轻漂亮的女孩多的是。郑泽，你个穷孙混，你笑什么？我现在是买不起这个房子，但是我哄好了郑泽，这种房子我也买得起。不像你自己穷孙，还嫁了个穷孙老公，这里的房子你这辈子都买不起。你怎么就知道我买不起？这不就是买得起吗？不可能，刚才刷卡失败了呀！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个房子？你一定是在骗我！是这样的，白小姐的银行卡刚才限额了，才刷不出钱。刚才已经联系过银行了，现在这500万的房子归白小姐所有。这怎么可能？
没钱在这装什么逼？赶紧给我滚蛋！太爽了！没想到李曼曼这个贱人也会有今天，真是活该！我倒要看看李曼曼失去了周正泽这条大腿以后，还敢不敢跟我比？老婆，你真厉害，笑吧。等华美地产被爆出烂尾之后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喂，现在有个项目，投资1000万就能赚10倍。哎呀，王哥，您说的是真的呀？只要投进去1000万，就能获利10倍以上。哎呀，那您可别不带我呀！王哥，您放心，我可以立马搞到钱就给您打过去。哎，王哥，以后这种发财的路子可要多带带我呀！我在一些平台上透露了白梦思的联系方式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上钩了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只靠爸妈赚钱也太慢了，我想到了一个一本万利的好办法。走，跟我去拿钱去。女儿，求求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妈，我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你只需要受那么一点点苦，等女儿赚到钱以后，你们几个就不用再挨苦受打了。你为什么这么明白呢？爸，你看思思都打这么久了，还不快赶紧帮忙啊！不合适。爸，钱要是不从妈妈身上出，就只有从你身上出了。老头子，你就替我安心下，就去一下，要不我真的要死了。我打，老头子，老婆子，再忍几下啊！等他闺女有钱了，咱就不受这罪了。我打！该死的白梦思！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失去周宗哲这个摇钱树？我倒要看看他到底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。你这样来钱太慢了，走开，让我自己来。杀死了！不可能啊！妈向来身强体壮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死了？妈，你醒醒！什么出钱？难道他们打他是因为这样可以获得钱？这简直也太天方夜谭了！刚才的金子和银子原来是这样，我要把他们都记录下来。这样的话，白梦思就吃不了兜着走。谁？李曼曼，就是你，你都被我踩在烂泥里了，居然还敢来偷窥我的秘密，你找死！思思，这会不会不太好啊？闭嘴！刚才杀妈的这个行动你也参与了，今天这件事情要是泄露了，我们大家谁都跑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爸，拿刀去。爸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女儿，你难道想看着我被枪毙吗？啊，快去！废！快去！真是可惜了，要是李曼曼身上也带系统，我们这么操作下去，还不知道能拿多少钱。老四，你现在变得怎么这么可怕了？我可怕？没有钱才是最可怕的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要是今天谁敢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会拉上你们作为陪葬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这么爱你，肯定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。里边已经打扫干净了。哼。爸，
可是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你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她毕竟是你妈，先把她安葬了再说吧。你个老不死的，安葬吗？一旦安葬，让别人知道他杀受的那些伤怎么办？你是想我去坐牢吗？弟弟，我通常控制了那么多，老婆，我看爸根本就不在意你。他万一要是不小心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了，那该怎么办呀？到时候你不仅要面临坐牢，还有弑母的罪名。你敢把这件事情透露出去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王哥，您放心，钱我已经凑到了，很快就能打到您账户上。哎呀，你可千万不能不带我呀！啊，林泽，把爸带到地窖去。好的，老婆。虽然离1000万还差了些，不过这不是还有爸呢？不是，我可是你爸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爸，您放心，我可是您的亲女儿。好的，老婆。白静雯啊，白静雯，前世你为了钱打我的时候，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会被自己的亲生女儿反噬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5级，奖励金1公斤。发了，真的发了！这些钱打给王哥，很快我就能突破阶级的跨越，成为人上人了。白梦思，我就这么看着你一步步走进贪婪的陷阱。林泽，我刚才杀了我妈和李曼曼，你就不害怕了？老婆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怎么会害怕呢？要不就怪这世道把咱们生成了穷人，你也只是想跨越阶层，过更好的生活。妈在天上看到，一定会理解你的。没错，凭什么别人一生下来就是富二代，而我一生下来就是穷人？不过好在，这老天对我也不薄，给了我这系统。哼，很快我就能突破阶级的跨越，成为人上人了。老婆说的有道理，一会儿我就把这些银子和黄金兑换成钱，应该也够1000万。你继续打这个老不死，再多兑换一些钱出来。他要是跑了，要你好看。好的，老婆。抓！好。快！你。干什么？要杀我？我闺女不会放过你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就是你的亲闺女让我留下来继续搞钱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的亲闺女连弑母这种事情都能做出来，你又比张美兰好到哪里去呢？不会的。思思告诉我，只要她拿到这笔投资，就不会让我再受这种罪。至于他妈，那是美兰命短，她承受不住这样的机遇。思思是我女儿，她不会这样对我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天真。你跟你女儿的相处这么久了，不会还不知道你的女儿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左右都死了2个，还会在乎你一个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你一犯错，我对你就非打即骂的。爸，事到如今，你说这些还有什么？天子，爸求你了，抱爸行不行？爸，可别忘了，咱们家一直都是梦思说了算。天子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什么都听思思的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事过后啊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。哦，只要事成后，我给你1万。1万？不，10万，给你10万。从此以后，咱们恩爱两清，好不好？恩怨两清，你愿意恩怨两清，我可不愿意。
如果今天绑定系统的人是我，你们一家人会放过我吗？林子，我就是平日里对你凶了点，偶尔打你几下，你现在报复也报复了啊！你就放我吧，就打了几下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还是不是以前林泽了？以前的林泽，那个任你们宰割、任你们欺负的林泽吗？不是，林泽，你就放我吧，爸以后再也不欺负你。你觉得你还有以后吗？啊！我林泽很早以前就发过誓，我要让你们白家血债血偿。你以前那么聪明，到现在还想不明白？你以为世上真的有傻子，任劳任怨的替你们白家干活，最后受尽折磨致死？废物，还真够狠的！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就为了等到这一刻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我们还需要深仇大恨？张美兰贪得无厌，势力小，白梦思贪念吞心，亲手施毒，你阴险狡诈，狼狈为奸，你们一家子都是畜生，还需要理由吗？我做梦都想让你白家家破人亡，我还会放过你吗？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2级，奖励2000元。烦了，这个废物彻底烦了。等我女儿回来，我一定告诉她。说，随便说，反正你的女儿现在眼里只有钱，而你是唯一一个能给她钱的人。就算她会怀疑我，也不会戳破脸皮的。你就是个疯子，你就是个魔鬼！疯子，魔鬼，跟你们的所作所为比起来，我还是太平，我要千百倍的还给你们。女儿回来了，饶不了你！你不是狠话说的吗？有本事现在就杀死我！我相信你没能那个胆儿。杀了你？做梦呢，想得太轻松了吧！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对了，我再偷偷告诉你一件事情。白梦思杀死李曼曼这件事儿，我全程都有录像。这可是杀人的证据啊！你还指望他翻身呢？啊？你就是个小人！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开始收集证据，装得这么久，你不嫌累吗？小人，我还是跟你们比，还是差远了。唉，你还是别关心你女儿，还是想想你自己。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你可曾听过10指连心之thuật？想来你应该也挺了解，就是不知道用在你身上会怎么样。呀！又输了，又输了，就差一个点儿。一定是那个老死的东西晦气，要让他10倍偿还给我。只要下次能翻盘，我就能挣他个盆满钵满。监测到宿主受伤，等级7级，奖励黄金3公斤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不就是你最爱的黄金吗？怎么现在连看都不带看一眼了？这个疯子骗了我们这么多，我女儿知道了，饶不了你。我还是见到他，我把你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。行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你们宰割的林泽了，还怕他白梦思？我就是想让你们活在痛苦里面，慢慢死去。哦，
还有，张口闭口一个女儿，牛啊，是谁把你关在这里的？你那个废物女儿眼里除了钱，哪里还有你这个父亲？他既然能够亲手杀死张美兰，你又算什么？里面怎么这么吵？不会是我爸想逃跑吧？就他，整日沉迷于赌场，除此之外，连最基本的礼义廉耻都不会。就他那样，还想考公？随便一条都够他蹲个10年8年的。再加上杀人，那可是死罪。恐怕也就只有你们相信他，未来能够走上仕途，成龙成凤了。疯子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给我闭嘴！想干什么？李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么大声，什么还听不见吗？黄金，怎么这么多黄金？这下肯定能翻盘了！林子，这什么情况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为什么？他可是我爸，更是现在唯一一个拥有系统的人，你还想害死他吗？思，我也没办法，爸一直大喊大叫，我怕再被别人听见。毕竟已经有过一次意外了，而且爸还说，他出去之后，他一定会选择报警。我也不想因为你这个被抓呀。什么？爸，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么对我？思，你先冷静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不会让爸跑了。毕竟他跑了，你就再也没办法过这种潇洒日子了。跑？既然这样的话，爸，那你就别怪女儿了。光看着有什么用？我还有睡着的声音。我只有把你的腿打断，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。林总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为什么我爸一直看着你？怎么会呢，思，我这么爱你，怎么会瞒你骗你呢？可能就是爸，他还在生我的气吧。气对了，那你还不赶紧动手？还愣着做什么？难不成想让我一个女孩亲自动手啊？我这就去打断他的腿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觉得有问题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劝你最好早点说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以我爸的性格，他如果有事求你的话，一定会给你不少好处。你不心动？难不成你们是在给我上演苦肉计？怎么会呢，思，为了你，我都可以和家人决裂。对我而言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你相提并论。只要能够待在你身边，多少家财万贯我都可以不在乎。不信你撕我身。好。说到这件事，我前世也是猪狗不如啊。思，我看着你也是个好孩子，彩礼的事，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88万8，实在是太多了。两个老废物，以我的条件，88万8还多吗？你们不给，想给的人多了去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嘿，老东西，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？与其在这里教育我，你们还不如好好想想，这些年有没有认真工作？88万8都拿不出来，还好意思教育我？该死去吧！林子，这就是你找的女朋友？怎么了，爸？这思说的有问题吗？都怪你们没用，没钱就把家里房子卖了呀！小泽，你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？把房子卖了，我和你爸住哪儿呀？你们住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不了我就入赘。思，走，对不起，爸妈，
儿子知道错了。好，我相信他动手。测到宿主受伤，综合评定为9级，奖励100亿银行卡1张。第9级的奖励竟然如此疯狂！如果白梦思决定放过白静雯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花呀？可真的是我的福星，比我妈强太多了，居然能真的兑换到100亿银行卡。您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会好好对您的。您有什么愿望，尽管跟我说。完了，看样子白慕斯已经不打算继续用系统赚钱了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很有可能被白静雯揭发。爸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林泽？我这次就给你拿纸币过来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在骗我？思思，我。爸，我这就去给你拿纸币，你等着。白梦思，出来！居然还敢真的找上门来，老娘今天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能耐。我现在可是拥有100亿的人。林泽，把脸上的血给我处理干净。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，还有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就是不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还债款啊？老娘现在有的是钱，区区1个亿，我轻轻松松就能还。1个亿？哈哈哈！不好意思，你现在欠我的是100亿。什么？我昨天不是找你们贷了1个亿吗？这才过了多久，就变成100亿了？看这合同上写，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。每天100倍利息，你现在欠我的是100亿，你们这是违法的，我可不认。不违法我不知道，但这白纸黑字，你必须认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可是犯法的。不想还也可以，以后好好的陪陪哥，然后出去接客，慢慢还嘛，行不行啊？哎，我告诉你们，实在不行，我可就报山鼠了。报警？报啊！我看是警局的人来得快，还是我的刀快？没有什么冲我来，别为难我老婆。哟，还是个痴情的种。就你这小身子，你能挨过几刀啊？那在你这痴情的份上，那我让弟兄们先解决了你，完了再带走你老婆。你老婆今天必须跟我走。难道计划这么久的复仇，今天就要毁于一旦了吗？行，我还，给我滚，拿去！真有100亿，真有意思。哎，我说你们有钱人是不是都喜欢装穷人啊？弟兄们，撤！都怪你们责害我，看我白白损失了上百亿。你要是能打得过他们，我至于把钱还上吗？我赶紧找我妈贷钱去。是，这帮人还真是及时雨，计划又能照常进行。老东西，别那么狗叫了，烦不烦？一个废物，一个混血的老东西，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才会遇见你们这两个没用的东西？一定是你这个老东西，一直诅咒我，才会让我输了这么多钱。现在的好，刚有的100亿，一下就全还完了。李子，赶紧动手！思思，可是爸身上已经没有一处好地方了，再打下去，只怕是会没命的。到时候就是白白损失一个系统了。别他妈废话！叫你动手就给我动手！他妈的老东西！你能不还出100亿银行卡的人来？行了吗？是什么？给我兑出银行卡来！别喊了，
后一次，您只要再兑换出一张陪银行卡，以后就再也不对了。我给您请10个漂亮的保姆，贴身伺候您，贴身伺候您啊！这一次，女儿要亲自动手了。思思，咱们还是赶紧兑钱吧，兑了钱再听爸的要求也不迟啊。闭嘴！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我爸说话，看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吧！我哪有什么亏心事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呀！早知道这样，我就应该直接把他的手筋挑断。计划了这么久，难道就这么便宜了他们，毫无痛苦的死去吗？为了我好，你口口声声的为了我好，却阻挠我爸说话，你一定有什么问题！还有你白静雯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是真的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，否则我饶不了你！你个老不死的！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你还有点用处，我早就杀了你了！笑，我让你笑！你个老不死的，他已经活腻了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里装傻的，为什么？啊！爸！这一切可都是为了这个家！明明都已经成个这样子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老实的给黄金啊？你说说你明明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，如今马上就可以享福了，做成今天这样的局面，有什么意思吗？主呀！我白静雯一命一生，最后居然养了这么一个畜生，真是可笑啊！不过这些也都是咎由自取。林子，公子把大门口收好，不许任何人进来！林子，动作快点，赶紧给我把最好的药都拿过来，就是这样，要把这个老不死的命要住！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，剩下的就交给警方去处理吧。废物！银行卡呀，怎么又是这些该死的黄金和银子？你这个没用的老东西！我得加大一点力度了。这不行，还得出卖银行卡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你醒醒吧！那是我的白银行卡被兑出来的吧？爸，林总，我老公这已经死了，你快把药拿过来啊！爸，你醒醒吧！哎呀，都他妈是废物！该死的林子，说了那么远的话，怎么还没拿回来？不然这个老不死的他就不会死！他可别走回来了，别走回来！时辰一到就结束了，你还不能死！我要钱，我要钱！一，系统监测到宿主已经死亡，生前7级奖励10次，9级奖励1次，达成任务标准。特激活10级项目，推出特殊模式。
底是什么？当初我想要是什么？测试模式介绍：系统可分配出一个子系统绑定在新宿主身上，新宿主无需再受伤，可直接获得10级奖励，10级奖励为每秒增长1亿资产。天不亡我，天不亡我！快点给我绑定子系统，快呀！特别提示：虽然宿主无需受伤就可以获得奖励，但是必须以寿命为代价，兑换比例。别那么废话了，快点给我钱，我要钱！多几年寿命，长几年寿命又没有什么用，没有钱我还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？恭喜宿主绑定子系统成功，奖励开始发放。今天我只是徒弟手中，我坚强手中，无人能解。我终系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老？特别提示：宿主寿命与金钱的兑换比例为1:10，即每秒10亿元，则扣除宿主1年寿命。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早知道这样的话，应该是让林泽来代替我。你们是不是故意害我的？我的钱没死成。杀人犯就在里面，你们快去抓住他！